一个完美的犯罪，不是指不留痕迹，而是指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凶手是谁，真相是什么，这个凶手依然能逍遥法外。你看，于朦胧的死正在演变成这样一场完美的、带有政治表演性质的犯罪。事发10几天了，官方除了一个漏洞百出、侮辱所有正常人智商的排除刑案结论之外，再无下文。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言。我们先看官方给出的那个剧本有多么荒唐：一个全网拥有数千万粉丝、正值事业上升期的男演员，深夜在朋友家聚会，然后从5楼一跃而下。大家想想，5楼，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高度，求死不够决绝，失足又显得过于离奇。更诡异的细节是，警方通报里暗示的是反锁的房门和口袋里的手表，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你觉得合理吗？一个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会一丝不苟地把门从里面反锁，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再选择一个成功率并不高的楼层跳下去。这不符合任何一种心理学或行为学逻辑，这更像是一个凶手在拙劣的伪造现场后留下的自以为聪明的线索。官方希望公众相信这是一个意外或者自杀，但他们连一个稍微可信的剧本都懒得编了。这种敷衍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傲慢。他们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们不信，我也不在乎你们信不信，你们只需要接受这个结果。这种态度比谎言本身更令人愤怒。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互联网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在一个明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上，舆论的愤怒和关注度竟然持续了10几天，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最初粉丝的悲痛，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对公权力的信任追问。一个官媒的评论区在被关闭前涌入了60多万条评论，1分钟1万条的控诉。这不是简单的追星行为，这是一次民意的总爆发。为什么这次会如此不同？你看，无论是之前的周海媚还是 Coco Lee， 他们的离世虽然突然，但很快就有亲友出来证实其长期的病痛，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官方的通报也基本符合逻辑，没有留下巨大的无法解释的漏洞。但于朦胧这件事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她是一个反向的铁链女。铁链女的悲剧是让人们看到了底层女性被物化、被摧残到极致的惨状，那是看得见的锁链。而于朦胧，一个光鲜亮丽的偶像明星，本应是人生赢家，却同样被一根看不见的锁链锁住，被资本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如果说铁链女的遭遇揭示了这个社会底层的黑暗，那么于朦胧的死则暴露了顶层的糜烂与残暴。一个阳光、善良、几乎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大男孩，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单亲家庭长大，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却因为拒绝了某些潜规则，就遭此横祸。这种叙事精准地击中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他告诉所有人，在这个系统里，无论你是在底层还是已经爬到了中上层，只要你没有绝对的权利，你就不是安全的。你的美好、你的努力、你的清白，在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随时都可能被撕得粉碎。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才是这次舆论风暴真正的燃料。人们为于朦胧发声，其实是在为自己可能同样脆弱的命运而呐喊。你看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随着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曝光，指向了一场在北京朝阳区阳光上东小区的权贵子弟酒局。从最初的6人名单演变到17人的豪华派对，从5楼的普通公寓升级到顶层的复式豪宅，甚至出现了2个现场的说法：先是在顶层被灌酒、羞辱，人事不省后被转移到5楼的第2现场，等待一位神秘大佬的到来。这些爆料真假难辨，充满了各种戏剧性的细节，比如于朦胧吞下存有罪证的 U 盘，被打掉门牙等等。我们不去纠结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因为在真相被严密封锁的时刻，流言和虚构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填补信息真空的必然产物。但所有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这场悲剧的背后
是一群有恃无恐的权贵子弟，而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被网络舆论直接锁定为文宣主管蔡奇的私生子。如果这个传闻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性，那么整个事件的逻辑链就瞬间清晰了。为什么警方能在短短6个小时内绕过所有正常调查程序，火速定性为排除刑案？为什么全网能在一夜之间统一行动，删帖、限流、封号，连于朦胧这个名字都变成了敏感词？为什么一个自称是同小区邻居的人会发布一个精心制作的视频，煞有介事地掩饰那个纱窗有多么脆弱？这难道不是试图引导舆论以外？你看，这根本不是一个刑事案件的正常处理流程，这是一场由上至下、分工明确、效率惊人的维稳行动。从嘉行传媒的火速切割，到严晓明掌控的影视审查系统，再到总后台蔡奇，这条清晰的指挥链完美解释了那令人胆寒的中国效率。当一个人的死亡需要动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和维稳力量去掩盖时，这本身就说明死者触碰到了体制最核心的秘密。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真是一场意外失控的酒局悲剧吗？还是一个早已设计好的猎杀剧本？有爆料称，从酒局一开始，就有人用摄影机对准了那栋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人早就知道那一晚会发生事情。这根本不是狗仔的水平，这是政治对手的手笔。一个更可怕的推论是，于朦胧只是一个诱饵，一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用来引爆更大政治炸弹的牺牲品。对手早已锁定了目标，算准了那群公子哥的狂妄与愚蠢，甚至可能连致命的药物都是通过某个渠道送入局中，目的就是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当那几个年轻人在惊慌失措中打出那通请求指示的电话时，他们就亲手将罪证和把柄递到了对手眼前。他们以为在求助，实际上是在完成这个圈套的最后一环。你看，这盘棋下的有多大？对手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抓住蔡奇的丑闻，而是要亲手为他制造一个他无法切割、必须动用全部权力去掩盖的致命罪证。这个丑闻越是血腥，越是黑暗，蔡奇后续的掩盖动作就必然越猛烈，而这恰恰就坐实了他滥用权力的铁证。这不是被动的抓你的小辫子，这是主动为你量身定做一套你无法挣脱的罪证。元老势力，或者说党内其他的派系，已经改变了打法，他们不再满足于党内的小范围斗争，而是开始直接诉诸社会舆论，用习家军自己人制造的丑闻来攻击其执政的合法性。这就让我想起了晚清的一桩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个案子今天再看，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余杭县的举人杨乃武和毕秀姑被诬陷通奸杀人，屈打成招，判了死罪。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进京鸣冤。这个时候，几个关键的角色出现了。第一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申报，他不受清政府审查，全程追踪报道，把案情公之于众，天下震动。第二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向红顶商人胡雪岩出钱资助，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冒着风险层层上递状纸。第三是最高权力者的底线，状纸最终递到了慈禧太后手里。他虽然独断专行，但在这种人命关天、舆论沸腾的案子上，还是有基本的是非观，下旨要求刑部、大理寺、督察院3堂会审，最后开棺验尸，真相大白，冤案得以昭雪。大家想想，在那个被我们称为腐朽没落的晚清，一个冤案的翻盘竟然需要这么多条件：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自由媒体，一批有良知和担当的体制内官员，一个尚存一丝敬畏之心的最高统治者，以及普遍同情弱者的社会民心。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于朦胧案，100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媒体姓党成了掩盖真相的第一道防火墙，体制内的官员早已被权力驯化，成了执行命令的螺丝钉，而最高权力恰恰就是这场掩盖行动的总指挥。当年帮助杨乃武翻案的所有社会机制，如今都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历史不是在进步，而是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倒退。
晚清尚有大清有青天的民间信念，而现在人们只能通过跑到北京文旅局的网站下留言这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绝望和嘲讽。这种变化才是于朦胧之死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那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心中残存的关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社会总会越来越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幻想，随着于朦胧从5楼的坠落被摔得粉碎。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系统已经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甚至连伪装的意愿都没有了。它不再需要通过精巧的叙事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赤裸裸的暴力和谎言。当一个政权连一个年轻演员的死都无法公正处理，当掩盖罪行变得比寻求真相更重要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虚弱和恐惧。而这场斗争也清晰地反映在对外的话语权上。最近，在中美关于 TikTok 问题的谈判口径上，代表中方发声的不再是高层的亲信，而是商务部的技术官僚李成钢。他先是摆出强硬姿态，然后又立刻松口，表示尊重企业意愿。这种前硬后软的矛盾表态，翻译过来就是原来的硬刚模式玩不下去了，我们内部正在重新洗牌，准备换剧本了。连外交话语权都出现了这种混乱和松动，可见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了何种程度。所以于朦胧的死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娱乐事件，它是一根引线，引爆了早已埋藏在社会深处的不满情绪。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高层权斗的刀光剑影。它更是一块墓碑，宣告了一个虚假繁荣时代的终结。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这股由一个年轻人的死所激起的滔天巨浪最终会流向何方。当局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让人们遗忘，但这一次拒绝遗忘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争。